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规划航线。规划航线这里呢，就先刷新一下起始位置，这里点一下，然后它会自动刷新起始位置。然后我们画一个测区，画一个多边形，看一下。点击生成航线。生成航线呢，这里添加了常用的一些相机的一些参数。然后下面就是高度、飞行高度和飞行角度。然后这个飞行速度呢，我们自己的几款飞机默认的是18，这里18米每秒。然后这个任务分割它是，你比如说你这块区域面积太大，你一次你的飞机续航不够，然后你就把它可以分成两块或者3块或者更多来执行。然后它这里能够看到你的这块区域的面积，还有飞行的距离。这个飞行的距离肯定是要小于你的飞机的续航里程的。然后这里网格设置，在下面呢就是一些航线上面的一些参数。好，这个航线间距就是你两条航线之间的一个距离。然后下面覆盖延伸它是代表的是你飞机飞出这块测区过后，再往前飞个200米，这里设置了200，这边就是200米。然后这边就是右边飞出去200米。然后引导延伸就是进入航线的时候，比如说从这个点，然后进入测区的时候，这里200米，然后这边我们也设成200。然后起始点就根据你自己使用的一个环境，然后选择起始点。比如说我们现在飞机是在这个中间机头是朝这边的，然后我们正常就是从上面进入任务，所以我们选择左上或者右上，这个都可以随便啊。然后下面就是重叠率呢，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要求，然后自己这里设置一下。然后这边也能看到一个最高处的一个分辨率、最低处的分辨率，还有最高处的重叠率，这边都会显示的。然后下面紧致航线就是这样啊。然后带状航线主要就是用于一些监测或者巡检这方面的作业。然后带状航线，这下面这个航线宽度也是设置的这个带状航线的宽度。你看这只有2条航线，然后这个间距，比如说我感觉这个覆盖的面积不够，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航线宽度调大一点，就这样。然后后面螺旋航线呢，就是可能无人机上面用的不多吧。然后其实它官方解释的是，在用于无人车上面，用于什么耕田或者一个什么除草之类的，就是这种。然后下面呢，这个是多选翼设置的，就是你如果是飞多旋翼的话，它这里有一些设置。这个延迟时间代表的是这个比如说我到那个点过后的，然后要执行一个命令，然后它会延迟这么久。比如说我这里是0，它就不延迟。比如说我这里填个2，它就会延迟2秒钟，然后再执行。然后航向保持这个就是多旋翼的一个机头始终保持这么多包括航向锁定也是一样的。然后下面固定翼设置，这个航线交叉的意思呢，就是主要是用于，因为固定翼飞机它存在一个转弯半径的一个问题，它最小转弯半径就已经固定的是那么多。如果这2条航线之间的间距太小了，它这里转弯转不过去，
我们一般就设置这个航线交叉间隔，比如说我这里设置成交叉一条航线，它就是从这里飞到这边，然后它会中间间隔一条，然后从这到这样转入这条航线，然后这样飞过来。然后下面就是显示设置，这里显示测区，显示航点，然后显示航线，还有一个拍照点。这个拍照点是它自己计算出来的，然后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每个拍照的位置。然后相片画幅，这个也大概参考一下。然后这个高级设置呢，主要就是可能有些电脑刚装上这个软件，第一次安装这个软件的时候，它这里这个相机配置它没有，就是这个高级设置它没打开。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高级设置打开过后，它相机配置就显示出来。然后这边有这个相机设置，然后就主要如果你的相机的一些参数没在这个列表里面，你就可以自己更改这些参数。然后最后我们应用一下，看一下，